俄乌冲突对中国的战略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。美国学者认为，中国只能抓紧做一件事儿。他说的有道理吗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俄乌冲突已经打了快5个月了，但是对中国的影响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争议。一部分人认为，俄乌冲突将美国的战略注意力转移到了欧洲方向，拜登和泽连斯基就是中国的贵人，为中国的崛起创造了一个新的契机。也有人认为，俄乌冲突导致美国进一步绑架欧洲的战略安全，北约的地位被强化，它加重了供应链危机、能源危机、粮食危机，特别是引发了去全球化的浪潮。这对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贸易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。其实，中国可能更关注的还是俄乌冲突对解决台海问题的影响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，美国参议院议长佩洛西传出要在8月份访台，拜登回应说，美国军队认为现在还不是一个好时机。很多人理解为拜登等于说反对佩洛西访台。其实，拜登的真实想法可能是美国军队目前还没有做好准备，这等于进一步警示中国，证明俄乌冲突并未完全吸引美军的火力，而且正在让中国的安全环境加速恶化。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主任、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安全高级研究员林碧莹认为，美国正试图利用乌克兰危机来重振和扩大其在欧洲和印太的联盟，把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联系在一起，将令中国面临更困难的战略环境。美国人的主要玩法就是通过应对俄乌冲突危机，验证未来如何在台海发生危机时来对付中国，包括联合西方国家实施制裁，利用武器援助进行代理人战争等等。另外，美国还在利用欧洲国家对俄乌冲突的反感，将台海问题国际化，也就是在 G7 峰会、北约峰会上不断地提及所谓的台海和平的重要性，等于在偷换概念的利用国际舆论来阻止中国两岸的统一。林碧莹指出，中国可能从乌克兰危机中得到中国的安全环境正在恶化，变得更不稳定，世界变得更分裂、更碎片化的看法。也就是说，西方并不会因为在乌克兰战场的受挫而反省，而是为维护其主导地位而再次拉帮结派，这将给世界和平发展带来更多不安全的因素。林碧莹认为，中国从中吸取的教训只有一点，只有通过动武才能收复台湾地区和抵制外来威胁，只有发展强大的以战止战的能力，才能让美国人在台海发生危机时不敢妄动。换个角度看，俄乌冲突对中国最大的警示就是进一步加速军事现代化的建设，同时还要为应对西方的集体制裁做好准备。美国在利用俄乌冲突塑造有利于自己的战略环境，等于在极大的恶化中国的战略环境，包括离间中国与欧洲的关系，挑拨中国与韩国的关系，鼓动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等等。中国在外交上面临挑战，可以说是相当严峻。过去我们曾经说了，中国当前最大的战略利益就是和平发展，中国大陆也有更大的耐心实现两岸和平统一。但是俄乌冲突已经警惕了整个西方，美国正在利用这个契机强化集团对立，北约也正在把触角伸向亚洲。美国政府对中国承诺的6个不，只不过是一个战略欺骗。中国现在除了谋发展，最紧要的就是要谋打赢。越发展，西方就越忌惮，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就越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统一，所以加强军事建设时不我待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